OK， 3、2、1 Go， 踩彎，這個 4AT 的感覺。還是依然用在愛信的 4AT 哦。OK， 3、2、1 Go， 踩彎，這個 4AT 的感覺。還是依然用在愛信的 4AT 哦。出發，快點！這一次我跟着 Proton Media Drive， 我駕駛的車正是馬來西亞的國民車 Proton Saga， 一台大家都很熟悉的車。我們要用它跑一趟不簡單的路程，從 Proton 的總部 Shah Alam 一路往北上，直奔馬來西亞最原始、最壯觀的自然保護區之一 Royal Belum。這趟行程啊，不只是旅遊，而是一次真正的長途測試，看看這台入門級房車在高速、公路、山路到底開起來舒不舒服、穩不穩定，適不適合日常與長途使用。如果您正在考慮要買 Proton Saga 的 4AT 還是 CVT， 或者想知道 Proton Saga 跑長途到底行不行，那麼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後。但在開始介紹車之前，要開箱一下我的房間。我來到了 Royal Belum， 這一個非常漂亮的湖。來到這邊就是我的房間，我住樓下哈。這次非常感謝 Proton 帶我們 Media Drive Saga 來到這兒了，歡迎來到我的房間，開箱給你們看一下，簡簡單單、整整齊齊，這是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一種風格。然後這種水泥的地上，以後我的家我都想要裝修這種就好了，不用買模子。然後它的洗手盆啊這些直接做這樣不是好咯，不用裝修多白燈。然後這裡有廁所、洗澡的馬桶。還有這邊有一個門打開呢，外面這邊還有一個浴缸。然後最原始的哈，這一旁邊這個窗簾一打開，然後直接可以通往看到後面。然後對，上面有時候会有人經過啊，那個塔可能幾乎看不到我吧。從我們 Proton 的總部 COE 啊，來到這個地方大概花了6個多小時，因為我們中途還有吃午餐，還有去停下來交換人啊，上個廁所啦，是一個不錯體驗哦。Media Drive 真的是蠻開心的。住宿呢，我是一個人，但是今天駕駛呢是還好有阿信哥陪我，我們互相的共享一輛車。我們將會在這邊3天2夜。好 ，Let's go。給你們幾秒鐘的時間來看一下哪一個是 Premium， 哪個是 Executive。簡單來說，哪一個是高配，哪個是中配，車頭完全是分不出來的，除非這是細節上哈，就是說大鏡這邊有多了一個 ADAS 鏡頭，這個就肯定的是最高配的 Premium 啦，因為它自動剎車啊、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啊、Lane Keep Assist 啊那些還有，中配呢它就沒有了。再來第二個細節就是它的輪圈，大家同樣個15寸的輪圈，款式也是一樣，可是那個配色就不一樣了。高配雙色的，輪胎指數為185/55R15寸，前麥花臣后扭力梁的設置，我可以說這一代的 Saga 的調教好像稍微的比較軟一點，但是它也不忘了還有操控的存在。第三個就是它的 side skirt， 這個真的要很細節的看。中配呢它沒有 side skirt， 高配就多了一個 side skirt。我相信這裡換了一套輪圈，再把它降低，哇，它真的很好看。高配它有貫穿式尾燈，中配它沒有。可是我覺得這個在後期啊，你可能去買原廠尾燈，把它加下去也不成問題啦。相信以後 Shopee 那邊大把。在高配它後面有多了一個電池閥，可以把
把這個尾門打開，這個在中配是沒有的，你必須要用你的鑰匙來按，或者是在車內拉一個小拉桿，你才可以把這個尾箱打開。內飾呢，大家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有幾樣東西不同，就是第一個，你坐在車內的時候，你會發現到高配它這裡多了一個模組，因為它鏡頭模組有 ADAS 系統，這邊可能你開車的時候呢，會明顯看到這邊有一個黑塊。大家同樣都有自動頭燈，可是高配這裡多了一個自動遠光燈的選項。前面兩張座椅都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高配全皮革，椅墊的調整高低是通過這個小拉桿這邊拉上下。如果是中配，則是一個旋轉式的，你要把它調下一點，它唯有把這個座椅收進去，就好像舊款的Saga也是一樣。椅子的前後調節呢，這裡的拉桿也稍微的不一樣。高配它是省直的，中配小拉桿就真的是小。個人會比較喜歡中配的座椅啦，雖然它是收進去的，但是它稍微的低一點。对我這個身高173的人呢，我覺得那個高度會稍微比較舒服啦。所以我的頭部空間很明顯啊，在中配那邊會比較多一點，我會坐得更舒服，而且我視野會更加的好。這一代全新的 Proton Saga 呢，據說這個頭頂也做了一點小小的升高，頭部空間會稍微好過以前吶。其餘的內飾中配跟高配都是一模一樣，也有 Apple CarPlay， 很順暢，真的非常順暢。只有最高配呢，它就因為有 ADAS 系統，所以這裡多了一個選項啊，中配就沒有啦，這些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等等的哈。還有就是 Proton Saga 最引以為傲的冷氣，真的是非常冷。来上車吧，上車咯。至於儀表的主題，它總共有2個選項哈，進到去 View。然後你通過 Traditional Dial， 你就可以看到哦，它帶出了那個類似像 RPM 的，有沒有？然後你可以通過這一個按鈕按一下，它就更換你的瞬間油耗啊，那些 trip 啊。中間這一塊呢，什麼 Media 我就沒有辦法把它更換了。至於動力數據來說，2台 Saga 都搭載着同樣的1.5公升的自然吸氣的4缸引擎，120匹馬力，150個牛頓米的扭力。Premium 它是 CVT，Executive 它是 4AT。CVT 跟 4AT 的分別加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呢？等一下我們試駕的時候就知道了。今天我們有 Sim 哥，哎，我躺到太舒服了是吗？不應該。躺，繼續躺。喂，不應該這樣子。喂，OK，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輛是 Executive， 就是所謂的 4AT， 你們萬眾期待我們想試駕的哈，想我們試駕的一台 4AT， 所以呢，它還是依然有 Apple CarPlay， 哇 ，iOS 26啊，很漂亮啊，瞬間把這輛車質感提升，還有 Auto Headlamp 自動頭燈，它的油門很重一下哦，就它。油門感給我想起以前我駕那個什麼 W211啊，那些 Mercedes-Benz， 它油門就是稍微就是你要用一點腳力去踩，好像很緊湊那種感覺啊。然後它的起步其實還是不像以前的 4AT 這樣哦，感覺到沒有這樣衝擊啊。OK， 3、2、1 Go， 踩完這個 4AT 的感覺，還是依然用在愛信的 4AT 哦。其實我做到100了，有啦，0到100有給你們看了哈，所以我們2個人在這個車上。我現在在 Sport Mode 啊，它跟之前的Saga 4AT 呢就有一點稍微的不一樣。它這個 Sport 哦，我們在低速行駛的時候，它會稍微拉高轉一點。反而以前的 Saga 它會好像 4AT 嘛，它會剪掉一個牙，剩下123在徘徊，你必須要重踩油門，然後來強制降檔。反正現在它會稍微拉高轉一點了。OK， 然後我可能在踩帶地板油，直接降2檔 ，OK， 那我放低了哈。那我之前我們試駕那個 CVT 的哦，就做一個0到100測試，其實那個視頻哦流量很好，然后反應很轟烈。那有2級的人呢，一個是支持 4AT， 一個是支持 CVT 的。那很多人說，哎 ，CVT 跟 4AT 要怎麼選？啊，這個就是看你個人會怎麼想，喜歡怎樣的這個性能啊。2者的性能我都覺得是蠻有利的，除了在可能中段加速的時候 ，CVT 可能會比較有一點的優勢，而且爬坡的時候呢，因為少了那個換擋，還有它的那個轉速可以永遠提升保持在它的這個最高的扭矩，可能 CVT 對於爬坡會比較好，但是會有一端。比較極端的人會說 CVT 不耐用，它還是用的 punch 啦等等的啦，但是Proton已經有給你好選擇了嘛，你不要 CVT， 那你就買 4AT 咯，你不要4AT 你就買 CVT 咯，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可是有時候我們是這樣子的哦，買車有的 full spec 我們就去 full spec go for it OK， 但是你在高速上面加起來了，我不知道它的轉速是不是可能 CVT 比較低呢？等一下我們到了
目的地我們就會轉。等一下再給你們知道一下。現在你看我 4AT 的話，我行駛着100公里每小時，大概是2600 RPM。這個我覺得稍微是比之前有一點不同了的，因為我的印象中之前的 Saga 4AT 哦，在行駛着100 km/h 的時候是大概有接近3000轉了的，所以這次的我覺得它的齒輪比有一點稍微的不一樣，可能 Final 那邊也不一樣。給隨時地板油，它就降3檔再加速。踩地板油，它又降2檔。总之你沒有到100 km/h，它都可以強制降2檔。讚！對對對，讚！愛心就是愛心，愛心可以做到。給他到讚。盡量把它push到3000轉，看一下我的現在速度是多少。3000轉大概是116 km/h。Standard 標準。其實這麼多媒體試駕過這樣多性能啊，這些 AEB 全部試過了哦，好像沒有一個媒體是試過它的 airbag 哦。走咯，安排了，來安排。試一下那個音響。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開車波，一點點無心錯。哇，4060cc V8最喜歡的，那個氣勢整個不一樣。啊，還要拍照了。哎呦，我的 ，Oh my god！ 哇，黑哎，他運氣好哎，他沒有下去耶。哦，他沒有下去耶。哇 ，handling OK 的，它很靈活哎，Saga。其實波段裡面最靈活的車還是波段 Saga，沒有別人了。可是你看那個4AT就是這樣咯。他不給我鎖在一個檔位。對。所以我說我很懷念以前的那個 D321就是這樣，那個我很想要每天那個轉速。哦，你可以手動去動它。現在沒有。哎，我要根據我踩踏的方式，它降檔，我在鬆開油門的時候，它又在升檔，所以這個就是我唯一想要少的這個投訴啦。但是你日常生活駕駛沒有什麼發覺得到的，只有在可能山路或者雲頂下山那個會比較明顯。你需要鎖定一個檔位的時候啊，這樣就沒有辦法。然後你想想，你只花了44錢，你就想說，哎，算了。啊，對，算了，算了，好吧。現在我就換上了這個 Proton Saga Premium 哈，所以我後面是有貫穿式尾燈，再來輪圈就是有雙色的。再來我才發現到一點哦，反正 Premium 呢就是這樣子拉高拉低 ，OK， 來升高升低的。但是我怎麼調的好，我都覺得我的坐姿是蠻高，所以這代的 Proton Saga 呢就換了 Electronic 的 Power Steering 啊，對，以前是 Hydraulic 的話就會感覺到在停車的時候比較重啦。所以現在你看，我只要一根手指這樣子轉都沒有問題的。然後你在高速的時候會比較有穩定性啦，比較緊湊的那個感覺，所以有比較好，感覺上駕駛體驗對，雖然沒有這個油壓來的比較直接的感覺，可是至少還是穩定啊，在高速的話。OK guys， 我們現在出發。然後這個顯示呢，它其實有兩種主題的哈。OK， 一個是剛剛我們顯示的主題是一個電子一個 analog。所以現在我是純電子儀表啊，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RPM 還是有什麼2.8啦，乘1000 RPM 啦。OK， 來，我現在跳到來 CVT 呢，第一個感覺就是，為什麼在3000轉的時候呢，感覺上聲音噪音的確會比 4AT 來的高一點點。對，這個我的麥的收音也是聽得很明顯的。如果是我一下子把它踩完，就感覺到那個聲音，對。這個是 CVT， 這個是 CVT 的一個通病啦啊，我可以這樣子講，個性啦哈，不是通病，是個性啊。剛剛如果在同樣的走着116 km/h 左右，它的稍微轉速會比較低一點，低於3000轉哦，所以可能走高速的時候會比較省油少許 ，maybe 不多，可能不多。然後我們剛剛也是添了油啦，現在打滿油了，這裡顯示可以走581 km， 因為我們自己全程在走高速公路啊，平均油耗也是可以拿到16 km/h， 以全程一路都是120左右這樣的速度啦。然後我們呢停一下，哦，現在還有 ref limit 的哦，有
前的車還是比較好，直接可以斷油。喂，你siapa？Car number 2，入金庫。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追他，對嗎？啊，你看啊，它起步哦，雖然它是同樣一個pan CVT，但是它沒有像以前的 Persona 這樣子，它有那個離合器需要慢慢的放那種，你踩太大油它彈出去那種感覺非常的不舒服。反正現在就是你當做普通的 AT 這樣子起步就對了，它就很順暢。然後我反而覺得 CVT 在我們城市駕駛的時候是特別的舒服，因為它沒有那個無段變速箱嘛，沒有牙齒，又不用1跳2、2跳3跳4這樣子，然後你踩大油又降檔，要那種感覺哦，有一個莫名的小許的那種頓挫感，你明白嗎？這個就不用了。然後你要加速就是一腳油門踩哦，踩到底哦。哇，它是的確大聲了一點點。但是動力哦，其實它給到是跟 4AT 一樣的，是，它是稍微的好，是它可以維持在高轉一點點，就是保留着那個動力的輸出的區域呢。可能3000到4000轉是最有力的時候，可以容易的保持，好像這樣踩一個58%油門，很舒服的在加速，有沒有？耶！的確明顯我的坐姿都高了一點哎，我還是蠻想念 4AT 的那個坐姿，好坐，對，比較布椅比較符合人體工學，對咯。所以你看我的儀表中間是不是多了2條線呢？對啦，有 A 大小啦，這輛車，可能我們要超車的時候呢，我們就踩完 ，OK 啦，中規中矩，夠用就好哈。沒有可能把一個1.5 L turbo 放在下去嘛。放下去那個價錢就賣不到你50千了。它在高速的時候沒有像以前這樣會有那種鬆動啊感覺，會讓你會覺得走高速的時候你的手一定要抓緊那個方向盤，不然你有點小動的話，你可以很容易擺動那個方向盤的。現在你看很穩，我放手雙手放開我沒有問題。電子把它咬住啊，電子比較還有一定的優勢哦。山路了，放 Sport 山路奶粉。爽一下这條路，哇！關冷氣？沒有，關冷氣。哇，很多車來，很怕哦。哎呦！氣到緊啊！那你開啊，我關掉 compressor 啊，我的 sport mode 就是關 compressor。沒錯。沒有累了，他沒有累，那是最關鍵的。他想玩，但是沒得玩。他什麼？不懂。他的是什麼？就是不一樣啊。對。果然在妹子的男人最帥了。1.7 GB 才傳了200 MB。哇啦哎！媽的！它的網絡一波一波的，不順。是哦，港崩路有 5G 嘛 ？4G Plus， 一下 Plus， 一下沒有 Plus， 哎呀，斷斷續續。他說什麼？不懂，不重要，不要理他，跟着離開就對了。我們繼續強姦離開。哎，你在錄這？繼續。你在錄這？還有電，我的路它沒有電了，我跟你講，就來。
嗡嗡嗡。你的內心有渴望嗎？對。哦，老誒，這樣大力石頭哪裡來？怎麼可能？這裡又沒有 sport car。猴子丟石頭。猴子從石頭裡蹦出來。山裡面就是有美猴王。花果山。大象哦，難怪他們要去找大象。Gajah dekat sini mana？ 不懂會不會等下有gajah走出來，然後停在路中間，然後我們全部都塞在一起。大象過馬路，有沒有勇氣要犧牲幾輛車了？從危險哦，其實大象很兇。是。你撞他下去還沒有，他大不了就痛啊，跟他。你不用，你停住，他會來攻擊你的。因為你去一個大象啊，對他來說那是他的 territory。哦。然後如果他們那時候象群裡面有小象的話，他們會更兇，更加保護啊。對對对。他們會攻擊車的，所以很危險的。而且你給他撞到啊，保險可能沒有賠的。哎呦。是有一點麻煩。真快！這裡沒有電了。它自動關了。啊，康富還可以一邊講話一邊駕車啊，這樣厲害。Oh no！ 汉寧來到康澎，哎呦跳，是一個 ，Cellcom 什麼的都是假。這不是港澎，這是山裡面的。OK， 滿天了，滿天了，又要開turbo了。我的網速跟你的車速一樣。What the fuck？ 還不用講，你放這邊就好。放在那 handbrake 隔壁就好。他應該不會自己拉 handbrake 啊。Oh no， 拉 handbrake。哇，這裡好玩過剛剛很多。而且上架又加快嘞。所以特地留這條路給你。哎呀，謝謝了。回來說你駕巴士回來。更開心是不是？帶你們一起去荷蘭，帶你去荷蘭的阿信，交給我安排。哇哦 ，Monaco。Alright guys， 如果看了這個影片的你們呢，可能心目中會到最後還是問我，你會選擇 Premium CVT 還是 Executive 的 4AT 呢？價錢來說，45千跟50千基本上差一個5000塊。如果你喜歡日常生活駕駛的順暢度，我會選擇 Premium 的 CVT。但是如果你問我這個不太喜歡 ADAS 系統太多的，也覺得性價比高的，當然是 Executive 的 4AT 啦。兩個動力的感覺呢，駕起來都是幾乎差不多的。CVT 稍微順暢一點，寧靜度 4AT 會安靜一點。這很糾結，對不對？但是我覺得45千 Executive 好像比較划算哦，這是對我來講啦。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們。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們呢，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我們下一集的 POV 再見，拜拜。